那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久不见，两个强重量级拳王来帮我们介绍，绝对是重磅级。他才是重量级，我是羽量级，好，羽量级。廖化回来了。那两位帮我们带来哪一个重磅的？老板，我接下来拿出来的，你会有点惊讶，真吗？因为我没有拿过这个牌子。哦，我现在开始有点在买这个牌子。哦，但我也就只有买2只。好哈，对，我去探索出来的。讲的是我比较多一点，我3次。看来你们还离毕业还很远嘛，对不对？他有点太多只了，太多只了。不要，先不要，跟邦德那不那一样，不要。好，太多。来，那这个是哪个牌子？来，拿出来了。好，不要吓到了。不知道里面是哪款？这么长得这么起包的，差点讲米兰面具，笑死！我讲米兰面具会笑死。真的对，还真的靠，他们都这样。一般人看这个盒子都以为米兰面具，真的哎。看到这个圆锥的，我都知道就是那个阿夸迪帕嘛，对不对？人家意大利就他的盒子做就最精简这样，是，对啊，有够精简的，就这样，对啊，就这样。那这一支之前黑色系列我问过柚子嘛，对不对？柚子、白檀、乌木你有拍吗？没有，它有那个无花果，无花果 ，Bogman 就是那个桂花，那叫什么？富贵香柠檬，香柠檬，因为基本上它蓝色瓶子卖的非常好，对啊，蓝色瓶子，夏天是夏天，然后因为它又出了一个。人见人爱容量就150ml，大家都是狂撒，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箱有一个夏天就可以把它用完。你看150ml，精神时光屋。对。OK， 那今天这支黑色瓶是什么？它叫做 Zaffaino， 那这一支呢才刚出现而已，非常新，因为这一支曾经是。哈洛德百货的独卖款，但是它现在已经变常态品了。他们都玩这种路线嘛，对。哈洛德卖的好的，他就来做常态了，是吧？因为他合约到就停了嘛。他可能是绑1年2年这样子，应该都是3到5年，然后3到5年再释出。他非常坚持这一点啦，是。他不像有些，就是如果百货独卖，然后官网也有卖，其实官网有卖，它就限官网，但是通路是没有卖的。通路没有卖，做一些区隔这样。对。如果合约不到，但是哈洛德你要进去哈洛德百货，就废话少说，因为一定是只有他独卖。是是连官网都不能出现。对，是哈洛德独家嘛，对不对？那这支的主题是番红花，我们马上来试看看，好不好？番红花。全新，长辈又是我，长辈先行。长辈，昨天我们拍那一只皇后乌木，我今天味道还在呢，所以我只能换个部位，真的超厉害，那一只超香。你要跟博君讲。原来如此。有啊，他刚刚给我盲试喷的，那个真的在，而且越晚越好闻，越晚越好。这里只能这里了。你确定这是番红花？很特别，对不对？我跟你讲，它这一支番红花厉害了。这跟我想象中的番红花不一样。没错，完全不一样。如果番红花都可以长这样，那我也很喜欢番红花。你本来不喜欢番红花？没有，番红花如果实际的话，它是那个医院的味道。对，太医院了。是。我跟你讲，这一支正点。哇，这一支很赞。我现在就，它前面有什么？好哥，我们市场没有开箱菜表。这一排前面其实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然后就是中间后面稍微变化一下。它是有柑橘清香，但是柑橘并没有那么的突出。基本上它一定会一个柑橘开头了，因为让人家非常好接受，非常好接受。那我又有闻到，一闻就，我有闻到。藏红花独有的特色就是这种空间感，医院的味道嘛，就有点清香，然后医院的味道，空灵感，但是没有医院味道。如果你要重新认识
番红花，哇，我觉得这一支可以作为你第一个起手式，你会就此对这个番红花会有不错的印象。所以这个牌子基本上都是它用了一个非常轻松的开头，我用轻松的开头是，也许主调是非常厚重的，但是它都会用一个轻松的开头，让你比较好去接受。是，因为一般讲到番红花，我们最常想到的是什么？这番红花的代表540 BR 540，对，是，对吧？因为那个就是带来巨甜，然后具消毒药水味。但是因为我们很喜欢的人不觉得有消毒药水了啊，但是讨厌的人哇，那真的是喜好分明，会很明显，对，会很明显。好，那就目前这支前调，两位帮我们，所以它带来一个非常明亮的开头，明亮轻松，然后不带任何甜味的。OK， 跟它的瓶子颜色正好非常反差，对不对？这个本来黑黑的，觉得有点沉重，没有哦，喷起来是轻盈的哦，对，轻盈的花香，所以它非常好上手。这个牌子就是非常好上手。是，好，来伯君，那这一支那价钱有好上手吗？价钱就不一定了哈，它也是有贵的了哈，对，它也是有贵的。这个是贵的吧？很贵呀，对，这个系列不得不说它黑的都霸的贵它这个很多人以为它的售价会跟蓝的是一样，其实完全大不同，好，完全大不同。对，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可以一个夏天可以撒完的哈，那个你会心疼死。是啊，对，这个专柜售价快1万块啊，100ml哦，我的妈呀，很离谱的哦。然后他们也在推说要200ml，升1倍加2000，大部分人就会因为这样就加2000，行销策略啦，很可怕啦。我觉得有点太 over 啦，但是不得不说，因为帕玛他们家有一个也是他们御用的调香师，专门在弄，就是像家族型的那一种，不是外聘的。因为像 Marley 很多外聘的，对。然后我们知道牌子也蛮多外聘的，Creed 也是自己家这样子。那他们家也就是用，就像你开头一开始闻到味道，为什么你不会觉得那种番花味道那么直接就来？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用他们意大利最盛产的香柠檬，所以他们所有的香水前面都是这个路线。就是这个香柠檬，都是甘宁调，基本上甘宁调去做一个明亮的开头。但是这个柑橘又有别于其他蓝色系列你闻到的这种柑橘感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黑瓶的柑橘是又有一点不同的。你可以讲它其实是一盘盛大的晚餐了，它只是前面的甘宁调只是一个让你非常好接受的开胃菜。那些重点大菜，它是会放在中后面去做一个呈现。所以你会觉得这支番红花大概是我们遇过最好上手的，对，没有之一啦，最好上手。是，虽然它的瓶子是黑色，但我觉得这一个味道是有一点在海面上的这种宽阔蓝色的海洋上的，它没有水深感，没有，但是给人家辽阔的那种空间感。是一种舒服宽敞的心境。还有，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他这样的表现。所以你如果这个牌子就是，我觉得都是非常轻松的啦，都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对，都比较轻松一点。它也许没有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意大利品牌，比如像西杰夫啊、TT 啊这种。对吧？你会觉得他们是完全的厚重的，对，它是厚重挂，是。它基本上在意大利来讲算是轻松挂、轻盈挂。对，好。那伯君这一支，你觉得使用在什么样的时机点、场合、天气，帮我们说一下？我觉得天气一定是还是稍微要微凉啦，就是我现在买的就比较是秋冬之际的，对，刚好衔接这个时候的这个气候的变化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它毕竟还是以木质当底区呈现，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比较适合稍微凉一点的场合。然后你说穿着搭配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稍微要比较正式一点点。正式就是也不用说太那么正式，但我觉得它至少要给人家感觉，它这个味道闻起来的感觉是很高级的，你知道？
高级场合才会出现的那种味道，所以我觉得至少你要有一个领子啊，我觉得啦，至少有一个领子。这个让我一直想到那种高级饭店，而且你住的大概就在70-80层的楼高这么高的那种，视野非常辽阔的，而且是整个落地窗这么那个帆船饭店。对，整个落地窗看到整个城市的，好，我觉得这种符合这种宽阔的气度的这个味道，相当好。来，那豪哥嘞，你建议这一支用在什么场合跟时机？其实我觉得你买 Aqua di Parma 场合基本上不用考虑，因为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你非常实穿的一支香水，你可以工作的时候穿，也可以下班之后穿，基本上都可以。它基本上只有分所谓的季节啦，对，它没有它。就也许像博君讲，它需要正式一点，但是因为它的味道跟那些蓝瓶比起来，当然是厚重多了，所以你会觉得需要一个，但是其实它还是一个轻松的味道，跟那些它的同胞兄弟比起来，它真的是清爽多了。是一个秋冬相型，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清爽的味道，清爽的味道。我老觉得清爽但不失奢华的这种高级感，这个你还是闻得出来它的。因为通常奢华你就会搞得很厚重，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你会觉得它奢华，但是它是轻盈的，很特别，我对这一支评价真的还蛮高的。阿瓜提妈妈就用最让人称道的地方，其实就是它的实用性，就是它的实用性，你就基本上可以无脑撒，基本上可以无脑撒。好，那我们前调先留到这边，相当不错。待会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后面的变化。后调，好的。待会见，拜拜。Aqua di Parma 后调，黑瓶回来了。这一支叫做藏红花，对不对？对。我先讲，我怕我忘记了。这个藏红花呢，因为我刚刚上一 part 的时候，不要再吃东西，对，一边吃东西。我就说在高级的饭店，而且是在80层楼以上的那种高度，瞭望整座城市嘛，对不对？而且落地玻璃窗，我现在闻到就是高级饭店房间的味道，哇，奢华、金碧辉煌。那但是终于，虽然它一样是空间感，但终于不是医院的味道了。医院的味道，对，同样是空间感哦，可是这一次是高级饭店内装的味道。我喜欢这个，真的。豪哥，那你现在身处何处嘞？我身处何处？我身处在这个佩捷南京西路308号，308号。对，应该来讲啊，就是以这个品牌来说，它基本上它做的，不管是蓝瓶啊，我们讲的蓝瓶嘛，那花香的部分，花香就彩色嘛，它是不是还另外有一个贵的，就是那个它的高级定制，就是上面有个那个黄色的，对，克罗尼亚音符系列嘛，对。那在这个所谓香型的设定跟使用季节上，它都做得很好，它都会把像这种黑瓶，因为你是只有这一支黑瓶对不对？我有2支或1支橡木，它有2支黑瓶或1支黑瓶，在这个上面，就算是秋冬香型，它都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清爽，应该讲开头是一个清爽，让大家都非常好接受，因为它有藏红花跟橡木，有皮革，都是一般来讲都是重口的香材啦，都是重口的香气。是，那基本上让它整个开头都会变得比较轻松。那这支一如既往，它这个品牌出色的开头，是，所以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接受，不要因为我们之前既有的印象都觉得看到某些香型我们就产生抗拒了。其实你应该来试试看这个，会带给你一个全新感受的。对，真的是这一支全新感受。OK， 好，那博君这一支后调，我刚刚就直接喷了4-5加在身上嘛。我觉得我整个人，因为它这个味道，我那时候在纸上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很厉害，是说它闻起来很顺。就是如果要用言语描述的话，就是你知道一个非常和谐乐章那种感觉，起承转合非常棒。然后我在那个纸上
闻了大概整整1周吧，我就觉得它那个表现真的是，持香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才可以闻1周，也是可以啊，1周可以，但是它那个味道的表现就真的是。你会觉得这调香师很用心，他在每个段落上的安排都有他的巧思在里面。从一开始，因为你虽然对黑瓶格调系列，你就觉得是一个秋冬用的嘛，味道重嘛。那就像刚刚豪哥说的，他前面就是用一个柑橘，当做开场。那他们家有一个路线有一支叫做乌木，也有乌木。那这支乌木也是黑色的，然后黑色的前面也是用柑橘，这么特别。木质调前面放一个柑橘给你，然后再这样转到。中后，然后从很明亮的开始，然后到变成重的葡萄味道，这样这个层次开始丰腴起来了。好，我们讲丰腴啊，就是变化更丰富了。好，变化层次那更多元了。啊，层次都更多元。我就是觉得说，他这个调香手法高明啊，很顺啊，然后又不会很爆炸这样子，总是要来一点不一样的香，不能总是闻那种很盛大的那种嘛，对不对？是，我觉得很棒。OK， 好。那这一支2位帮我们来评价一下，它这一支的持香1到10分，你们分别会给几分？持香，他先给好了，他先给。我觉得这持香有到9分的水准，9分没有问题。OK， 好。那豪哥嘞？我跟他一样9分。9分，对。那扩散性，它扩散性应该更强一点，然后它应该会更强一点。那你给他几分？我也给他9分，但是我觉得它的扩散会更强，因为它开头比较明亮。通常一个明亮的香材，它的扩散性会比味道重。味道重是因为你嗅觉先闻到，但是扩散性是一般人都可以闻到的味道，它应该会更强一点。对，好，所以你给9分。我觉得帕尔玛的香水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共有一个牌子，我们很喜欢那个牌子，叫罗姐姐，罗甲啦。罗甲罗甲这个香水也很特别，就是持香很棒，但是爱内涵光。我觉得这个香水是这样。OK， 就是那个人大概要离他闻这个距离，他可以感受到你这个身上的这种，他很像是这种你在融入那个环境的感觉，是这样讲吗？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要讲爆炸扩散性啊，我觉得大概7、8分差不多了。它没有到，它不是 beast， 它不是怪兽级的，它不是怪兽级的，它只是可以闻到而已，但是不是那个，不是那种。是个对。好，来，那这一支我所谓的那个它的扩散性比较好，是因为柑橘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浓度没有那么高，它其实扩散性是更好一点，它其实扩散性是更好一点。对，就像我们去闻鸠马洞，对，你就不用走进去，你就闻到那个，就很像说这个香精浓度越厚，香精浓度越浓，你能够带的距离就比较没那么远，对吧？是这个意思。没错。所以给大家一个，但是在它的攻击范围都是很可怕的，但是这种比较明亮的香材，它的范围就会稍微多一点点。对 ，OK， 好，总分还没给吧？还没。来，先好，还是我啊，长辈，0到10，我给他9.3分，9.3分，好，9.3分，原因呢？因为它的售价定价，我觉得稍微高了一点点，高了一点点。OK， 对，是，这应该不是你考量的范围吧？是哦，哎呦，OK， 我口袋翻出来都白的哦，白花花的银子，白花花的银子，好 ，OK， 所以豪哥9.3了。来，那伯君，但是我必须说，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秋冬使用，比较清爽一点的。是，如果你，而且它非常适合什么？温差很大的时候，就你白天其实有点热的时候，有没有？对不对？对，它其实没有那么厚重，但是随着这个日落，好吗？日照时间结束，然后开始凉度开始上来的时候，是最适合它了。对，最适合它了。是，来，伯君这一支。0到10，这支我给到9分，9分，因为番红花主题的我没什么买，我个人跟老板一样，我比较没有那么
单纯的喜欢这个味道。对，走了，没有，我要单纯喜欢的味道。对，因为有时候稍微呛到，对啊，太有点那个啦，就是你知道。药水味吧，稍微明显一点。对，但是那是因为我不懂欣赏啊，还不懂啊。可是我觉得这一支有人很爱这味的嘞。对，我知道有些人爱这个味的。那我是觉得它的比例做的就是非常刚好，所以如果你会怕番红花这种的人，对，也是一个选择嘛。是，就像我们刚刚拍的那个香草柚，你怕很甜，对，那你试看看，稍微没那么甜的，对不对 ？OK， 如果你喜欢了。就会开始往这个方面去再精进，应该在精进。对。不过我觉得2位都给的稍微客气一点，因为如果我来评的话，我会给这一支藏红花。你是这样呕吐了是吧？没有，我会给这一支藏红花非常的高分，至少9.8分，9.8分，真的，我给他很大的肯定。为什么？因为这个居然是我从未见过的番红花香型。是。应该这么说啦，我们可能很惊讶于番红花原来是可以这样表现跟呈现出来，是把这种药感、药水味、医院味全部都刷掉，重新开阔视野。所以我在想说，近期是不是香水产业有很大的突破跟技术上的改变啊？因为最近闻到了好几支走法都跟以往我们在拍的时候不太一样，像多半柑橘走前面嘛，现在已经是不一样了，现在是辛香在前面，柑橘压后面，或者是这个绿调在前面，然后这个柑橘在后面。近期我发现这种特色，因为一个产业，我想都需要新的思维啦，然后都需要新的产品，去让这个香水这个产业能够走得更长远。是，因为不然前面都是经典。对，因为我们买的很多牌子都这样，就前面非常好，因为第一批、第二批出来的，然后越出你就觉得然后就停住了，对，就停住了。对，我没有说它不好，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品尝过那个曾经的最辉煌、最美好的时候，那后面的产品比较起来就比较觉得你就刺激不了你的购买欲望。是 ，OK，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种新的气味呈现，对，去再刺激我们的消费欲望，应该这么说啦，消费欲望。OK， 好，非常谢谢2位啊。我本人是消费欲望比较低一点，OK， 他那一幕最后下了奇怪的注解，对我还是要讲一下哈，我本人消费欲望是颇低的 ，OK， 颇低啊。好，非常谢谢听不下去了，今天带这一支非常有特色的藏红花，对，下一支见，期待你赶快再带下一组来跟大家分享。那这要花钱了，对，不要再等半年以上了，好不好？好，期待见，下次见喽，拜拜。